听了战印的话，大家就松了一口气。还以为战印要反悔呢。还好不是。海玲连忙说道，战印，你放心，这几天我都会着彤彤的，不让他飙车，不让他酗酒。末了，他补一句话，他真想喝酒，姐就让他在家里喝2瓶啤酒，不会让他再去酒吧。姐，这几天就拜托你了。战印又对海彤说道，彤彤，你在姐家里住上几天，什么时候想回家了，就跟我说，我去接你。要是不想和我住在一起，你可以住回民苑花园的房子，我回这里住。海彤啄他良久，说了句话，你保重啊，就上了车。战印，你要注意身体，彤彤有我照顾着，保证你能接他回家时，他白白胖胖的。他姐这是想把他养成猪的节奏。海玲就叮嘱了妹夫一句，上了车，边系上安全带边朝战印挥挥手，然后在战印的目送下开车离去。沈小姐。在沈小军也准备着开车离去时，战印叫住了沈小军，战少有事请吩咐。沈小军客客气气的。战印从裤兜里掏出了一串钥匙，他把那串钥匙递给沈小军，说道，这是我昨天为彤彤准备的情人节礼物之一。一辆车，他现在那辆车撞的车头都受损了，沈小姐能不能帮我把车的车钥匙转交给彤彤？沈小军却不接车钥匙，他说，战少，你是对自己没有信心，还是对彤彤的不够？以为你们今天一别就是永远吗？你多的是机会把你准备的礼物亲自送到彤彤的手里，干嘛要借我之手转送？战印抿了抿嘴后缩回了手，谢谢沈小姐，以后我亲自交给彤彤。沈小姐，你能在彤彤面前帮我美言美言几句吗？战少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是彤彤的好，我是站在他这一边的。你想让我反过来帮你说好话，得你的表现了。战印眼神坚定，我会让彤彤对我重拾信任的。沈小军笑笑，战少能这样想就好，打扰了，我先走，那些家禽麻烦战少处理一下了。好啊。沈小军向战印说了声再见，就开着车走了。战印站在别墅门口，目送着2辆车前后离开他的地盘，脱离了他的视线范围。他内心其实就很害怕，还是逼着自己短暂间的放手。用苏南的话说，短暂间的分离能换来一辈子的陪伴，还是值得的。大少爷。钟叔走出来叫了战印一声。战印脸回了视线了停放在院子里的那辆大货车，对钟叔说道，你带着司机回大宅，交给杨叔处理，告诉杨叔这是彤彤想养的就行了。杨叔是游游山庄的大管家，交给他，他会安排的妥妥当当的。好啊。钟叔恭敬地应着，又担心的道，大少爷，屋外风大冷，回屋里去吧。哎，大少爷今天起来还没有吃过东西呢。战印站着不动，问着钟叔，我要是饿晕了，你们大少奶奶会不会回来？战印自嘲地笑了笑，我就随口问问，不会拿自己的身体健康开玩笑的，我还要和彤彤儿孙满堂，白头到底呢。饿坏了，活不到头发花白那一天就太亏了。钟叔赶紧说道，大少奶奶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，我觉得大少奶奶这种心态就很好的，怕死战印故意饿晕自己，万一大少奶奶心狠不回来，大少爷岂不是饿死自己？你们大少奶奶她我没有我她那么深，所以她能够更心狠一点。阿七啊。战印沉声叫喊着，阿七赶紧小跑出来，备车，我要回山庄住上几天。好。阿七赶紧通知司机。数分钟后，战印的豪车队驶出了这栋大别墅，杀气腾腾的回悠悠山庄。山庄的中心庭院的大厅里，老太太正接过她让佣人给她煮的一杯咖啡。唐君叶说，婆婆妈，你年纪大了，本来就睡眠不好，还喝咖啡，更是睡不着。咖啡影响不到我的睡眠，是阿印小俩口影响了我的睡眠。老太太喝了2口咖啡，我提提神。
想想怎么帮他们一把。唐君叶说道，妈，都这样了，你还要插手吗？让他们小俩口解决吧。阿印和海童能有今天，就是妈插手的原因。我一直觉得海童和阿印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妈非要把他们俩圈进一个世界里，就该想到会有这一天的。着吧，阿印肯定会回来找妈算账的，他不需要做什么，每天在你老人家面前摆着一张面瘫脸，你去哪里都跟着你，让你想甩都甩不掉，就能让你老人家发狂。老太太一口咖啡喷出来，她咳了好几声，阻止唐君叶给她拍背，自己抽来纸巾擦了擦，问着儿媳妇，君叶，你说我现在躲起来还来得及吗？你不说，我都忘了那小子报复我的手段了。他当初天天在孙子面前唠叨着，要孙子娶海童替他报恩，现在战印就会像他当初那样，天天在他面前刷存在感，摆出一张严肃的阴沉脸，用着怨怪的眼神，他都不用他说什么，老太太就会心虚的想寻个地洞钻进去。玩火者必自焚，这话一点都不错。老太太就是玩得太过火了，让妈躲，妈能躲得安心吗？阿印天性寡情，他这种人依旧很疯狂。现在最痛苦的人就是阿印，海童对阿印的感情不如阿印对他的那样深，加上呢，他处于愤怒之中，他比阿印好过点的。阿印还不知道怎么钻牛角尖呢。妈都说他为了留下海童，把海童劈晕了。他面对感情危机时的反应，哇，这是爸和妈的功劳啊。唐君叶说到最后，对公婆颇多抱怨。战印还是个奶婴，就被内定为战氏集团的继承人，由公婆亲自培养。唐君叶承认长子被公婆教得很优秀，要是让他这个当妈的管教培养，未必会有这样的效果。但呢，公婆没有教会长子如何去一个人，在感情上啊，就容易吃亏。老太太噎了噎，心虚的道，我以为那是天性，不用教的。她又自言自语，有点波折，才会更加珍惜彼此。一名佣人进来，老夫人、太太、大少爷回来了。闻言，老太太有如惊弓之鸟，猛地窜起来，那动作敏捷得很，一点都不受她年纪的影响。君夜，我回房里躺着，阿姨问起我啊，你就告诉她，我忧心她和海童的事病倒了。唐君夜，阿印把你老人家往医院送的时候，别怪我没有事先提醒妈，只要他不把我往火葬场送就行了。老太太以最快的速度躲回她的房间，然后在床上躺着装病，躺了好一会儿都没有听到敲门声。老太太心里嘀咕，难道那小子气得太狠，连他病倒都不想关心两句？哎呀，他倒是有点动静呀，让他都不知道该继续躺着，还是该去瞄瞄那臭小子在做什么呀？哎，战印在做什么啊？他回来后进屋没有看到奶奶，他一言不发，转身就走。唐君夜本能地追出来，跟在他身后走着，关心地问他，阿印，你还好吗？战印闷闷地道，妈，我没事。妈看你脸色不太好，哎，是不是没有休息好？海童呢？跟他姐走了。唐君夜愣了愣，本能地停下来，见儿子又要走远了，他赶紧追上儿子的脚步，继续边走边问道，阿印，你这个走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走了的意思。战印最后在露天的游泳池前停下来，然后他就开始脱外套。阿印，你疯了吗？现在什么天气啊？你在这里游泳会着凉的呀。唐君夜顾不得追问下去，赶紧阻止儿子在大冷的天跳进游泳池去当冰冻鱼。你以为你受寒感冒，海童就会回来？你们俩本来就不属于一个世界的人，他离开了也好。以你的条件，想娶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妈帮你安排一下，你和林家千金见面如何？或者段家的千金，咱们管城有那么多的千金小姐，你随便娶一个都比海童好啊。阿印，你也替你奶奶报了恩，你奶奶以后应该也不会再干涉你的婚姻。忘了海童，别为了他折磨自己，
伤害自己吧。唐君业以为小夫妻俩终止了婚姻关系，阿印，婚姻还是门当户对的好，听妈的话，咱们娶个与咱们家门当户对的好不好？你和海童在一起，你迁就他容易，他来追你却很困难的，你们的差距太大，他是拍马都追不上，他也会追得很累。分开了就分开了吧，等于你放海童一条生路。战印一脸黑线地看着母亲，唐君业赶紧改口，说道：“是你们放过彼此吧，妈。”战印觉得他要是不解释清楚，母亲还真的会给他安排跟那些千金小姐相亲，引起误会。他沉声说道：“海童跟他姐走了，是指他回娘家小住一段时间，冷静冷静，就并没有一走就不回来了。我也不会允许他不回来。天知道让他放手，允许他跟着大姨姐走有多么的困难。我也需要冷静冷静，可我很难冷静下来，只好跳进这里泡上一泡，或许就能让我冷静了。妈，我没有要吃苦肉计的意思。”唐君业眨眨眼问着：“你们俩还没有离婚呀？”妈很希望我离婚，是也不是，妈始终觉得你们俩不般配，圈子不同，海童要挤进来很困难，或许现在你们都理解不到，体会不到，等你们如好如初，你要是带着海童去应酬、谈生意、参加各种宴会、出席慈善机构等活动时，你们就会体会到的了。你可能没事，只要你脸皮足够厚，不怕别人笑话你，但海童就没那么好受了，贵妇人的圈子，连土豪的太太都挤不进来，更不要说海童了。他容易遭到排挤，不被认可，容易被人嘲笑讽刺。唐君业一辈子都是在豪门里生活，平时结交的都是与他身份地位差不多的贵妇人，身份地位不如他的，他往往是点头之交，不可能真正的接纳对方进入自己这个圈子。没有多少人能做到像她婆婆那样毫无架子的。但是你爱上了他，妈又不想你们离婚，怕离了婚你就打一辈子光棍了，当妈的谁愿意看着自己的儿子打光棍？更何况还是这么优秀的光棍，优秀的男儿。在儿子一脸黑的注视下，唐君业数次改口，肯定是最近婆婆都留在山庄里，她跟婆婆相处的时间多了那么一点点，被婆婆带歪了。你们俩领证4、5个月也不见怀个孩子，要是有个孩子跟着你，你打光棍就光棍了。等我们都百年归西了，好歹还有个孩子照顾着你。我们死也能瞑目，可是你们俩还没有孩子呀。阿印，你们俩有没有去医院检查过身体啊？妈，我肯定能生。战印黑着脸强调着自己身体很好。海童的身体也很好啊，我和海童以前都是挂名夫妻，孩子哪里来？唐君业一噎，妈，我没事，你去陪我爸下下棋，我就游游泳，让自己冷静冷静，不会自虐的。战印脱了衣服，不顾母亲的阻拦，就扎入了游泳池里。一入水，妈呀，真冷呀！阿印，你这个孩子就是不听劝的呀！唐君业骂了一句，朝着主屋的方向叫喊着：“妈，你的宝贝孙子跳水了嘞！”战印猛呛一口水，就他那个优雅的母亲，肯定是被奶奶带歪了。距离那么远，在房里装病躺着的老太太，那自然是听不见的。唐君业叫了2声后，眼见这没有用，他撇下儿子，快步回屋里去。那他劝不住儿子，只能让老太太出面。他总觉得，儿子就是想生病，想让儿媳妇心疼。老太太听到战印大冷的天，竟然在露天游泳池里游泳，他老人家装不下去了，一咕噜的自床上起来，边抓过外套穿上，边应着儿媳妇：“我去把他叫起来。臭小子，就算想让我愧疚、自责，也不用大冷的天跳进游泳池呀。”唐君业，这是婆孙俩交锋。君业，叫人给那小子煮碗姜汤，多放点姜，辣死他。老太太从房里出来，边朝外面走边吩咐着儿媳妇。唐君业就了一声，吩咐佣人去煮姜汤。婆媳俩到了游泳池前，战印还在水里游来游去，
像条鱼似的。站印，老太太中气十足地叫喊着。站印也就扭头看了奶奶一眼，继续往前游，游到了池边，她爬起来坐在那里。老太太绕过游泳池，走到她的跟前啊，心疼的道：还坐在这里做什么？赶紧回屋里去吧。奶奶，我想冷静冷静。老太太骂道：你想冷静，可以把自己关在房里，保证没有人敢去打扰你。你想怎么冷静都行，需要跳进这池水里吗？挺有效的嘞。站印淡淡地道：冷冰冰的池水让我头脑清醒，烦躁的情绪也平静多了。哎，他说的是实话。老太太既然冷静下来了，那就把衣服穿上吧，回屋里去吧，在这里坐久了会感冒。站印抿着唇，唐君叶拿来了他的外套，把外套往他身上披去，嘴上说道：你要是感冒了，妈就找海童算账去，是他害得你感冒的。妈，你会做这种蛮不讲理的事啊？站印并不担心母亲会去找海童算账，他母亲就是嘴上说着狠话，实际上做不出太狠的事情来。唐君叶噎了噎，说道：当妈的为了自己的孩子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老太太也说道：阿印，你先回屋里换衣服吧，奶奶跟你谈谈。站印抬头看奶奶，话里夹着讽刺，我以为奶奶要病上很久才能起得了床呢。他回来的时候没看到奶奶，就猜到奶奶是躲起来了。惯常用的手法就是装病。老太太老脸够厚，被孙子讽刺也不生气，他就说道：奶奶，我老当益壮，哪能轻易生病啊？赶紧的起来回屋里换衣服去。老太太轻踢了站印一脚，说道：奶奶在亭子里等着你，让人给你煮了姜汤，必须喝完姜汤才能出来。说完，老太太转身走了。唐君叶劝着阿印：你快点去换衣服，这样真的会着凉的，你还想喝中药吗？站印苦涩的道：妈，逼我喝中药的人不在我身边了。唐君叶心一酸，他心疼的道：阿印，海童刚知道真相会生气，很正常的，你给他几天时间冷静就好的了。妈，我的欺骗让他对我失去了信任，我不知道还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让他重新信任我。站印想到回来之前他叫了海童一声，都能把海童吓得就想跑，他的心就揪痛揪痛的。唐君叶叹口气：你们还年轻呢，人生路还长着呢，只要你不放弃，花再多的时间又如何呀？你们有一辈子的时间。是呀，他们有一辈子的时间。站印沉默良久后，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，他起身回屋里换衣服去。换好了衣服，在母亲的盯视下，他喝了那碗姜汤，辣得他直皱眉。妈，咋放这么多姜啊？辣死了！你奶奶叫人多放点姜的，驱寒。你怕喝姜汤，以后就不要做这种蠢事了。站印放下碗，妈，我是真的让自己冷静冷静，并不是故意做蠢事。好好好，你是让你冷静，现在够冷静了吧？去找你奶奶聊聊吧，她是始作俑者，要不是你奶奶啊，你也不会这样。唐君叶对婆婆多少都有点怨言，她这么优秀的儿子，又不是娶不到老婆，婆婆非要让站印娶了老人家的救命恩人。当初他们对海童感激不尽，也想重谢他的海童拒绝了他们的重谢。后续看到老太太和海童相处融洽，海童深得老太太的喜欢，唐君叶私底下还跟丈夫嘀咕，说海童会不会知道老太太的身份，想要更多才会拒绝他们给的一大笔钱报酬。丈夫说先看着吧，看事情的发展。看着看着，海童成了他的儿媳妇。要不是后来知道海童压根儿不清楚老太太的身份，与阿印领证时也不知道阿印是战氏集团的当家总裁，唐君叶真的会把海童当成心机女。那在后来知道夫妻俩相敬如宾，住在一个屋子里，交流极少，还是分房睡，儿子更是让海童签了一份协议。协议内容是什么呢？唐君叶不知道，但他敢说儿子不会让他自己吃亏的。
那份协议必定是对海童的牵制更多。哎，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小夫妻之间这渐渐有了温度。唐君业承认自己一直都在等着小俩口离婚的，他始终觉得海童配不上他的长子。要是次子呢，他无所谓，只要儿子喜欢娶谁，他都接受。长子不一样呀，那是家族的接班人，当家人、当家太太是个父母双亡，还有一大堆极品亲戚的女子。哪怕她再自强自立，除非能像商太太那样，靠着自己的本事成为豪门的当家太太，让所有人心服口服，否则摆在海童面前的压力是很大的。那战家九子啊，不可能人人都像战印这样娶个没有身世背景的女子为妻，以后弟媳妇都是来自豪门，海童这个长嫂如何服众？唐君业觉得老太太也没有为海童考虑这一点，老人家是看上了就逼着孙子娶回来，压根儿就不考虑海童以后要面对的一切吧。战印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：妈，这是我和海童的缘分，我们若无缘，就算奶奶让我带他报恩，我和海童也不会培养出感情。都说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相见不相识。战印呢，还是相信缘分的。哎，多少人有缘无分，认识一辈子都做不成夫妻呢？所以他和海童呢，还是有缘分的。我也不后悔娶了海童，只觉得我委屈了她。她嫁给我，我既不给彩礼，也没有给她婚礼，连婚戒还是后面才补上，我给了她不少委屈受。当初签的协议，换成一般人早就觉得委屈至极。哎，海童像没事人似的，签了还做到了，做不到的人反而是他。他在协议里要求他不要爱上他，说他回报不了他的感情。最后却是他求着他爱他。唐君业想到大部分人一生中只结一次婚，海童嫁给他儿子的确是什么都没有，是委屈了海童。他说到彩礼、婚礼都可以补办的，战印知道是可以补办，只是他始终让他受委屈了。他起身，妈，我去找奶奶聊聊。妈也不必怨怪奶奶，或许这是我命里该走的一节情节，因为他从出生到现在太顺畅了，没有受过任何的挫折呀。老天爷看不过眼，就让他受受情节了吧。阿印，妈还得提醒提醒你，你的身份在海童生活的圈子里曝光了，他老家那一班极品亲戚，还有他姐的前夫那一家子，说不定会纠缠不休，你可不能看在海童的份上，就给他们好处。那些人，是吸血鬼，给了一次就会来要第二次，以后都帮着你吸血吧。要是他们对海童好一点，给点好处，心气还顺一点，可他们对海童姐妹俩实在是太差，妈是看不过去的。那些是什么亲人呀，连邻里都不如，要是还给他们好处，想想就觉得堵心。战印脸色沉沉地说道：妈，我是看着海童的态度来做事的，海童都不愿意和他们和解，我怎么可能会给他们好处？他们如今各种不顺，还是我的手笔。至于他姐前夫那一家子极品，都是前夫了，还有什么关系？哎，难不成周红莲好意思跑来跟我说他是我姐夫吗？唐君业说道：你心里有数就行。海童还是有一样能让妈看上眼的，就是恩怨分明，不会过于圣母吧？哪怕有些网友道德绑架他也坚持着不受道德绑架。唐君业上网看过海童对那些对他道德绑架的网友，要是网友也经历了10岁大时失去双亲，双亲用命换来的赔偿款被爷爷奶奶叔伯姑姑们瓜分了，还把他们赶走霸占房产，网友们在经历这一切后还能做到原谅爷爷奶奶，要给爷爷奶奶很多钱花的话，再来教他海童怎么当孙女吧。现实里呢，有多少当孙儿女的孝顺着爷爷奶奶，就能孝顺他们自己的父母就很不错了。有些老人家说的，就儿女都指望不上，还能指望孙儿女吗？事情不发生在他们身上，他们体会不到个中滋味，只会躲在网络的背后当着键盘侠，甚至拿着水军的钱对他进行道德绑架。
海童就希望有一天，那些喜欢对别人道德绑架的键盘侠，也被别人道德绑架，尝尝各种滋味啊。战印神情柔了几分。那说到成长的环境不一样，养成的性格就不一样。海童是温和中带着强势，只要他有理，他就能挺住；他没理，他也能马上低头道歉，是个可怜的孩子。想到儿媳妇成长的环境，唐君叶都有点心疼。要是小夫妻俩以后能和好如初，她这个当婆婆的可以多疼一疼儿媳妇。老太太在凉亭底下的石桌子前坐着，凉亭周围种着很多花，虽说天气还冷着，却是进入了春季的。大地回春，草木复苏，悠悠山庄到处一片春色盎然。坐在凉亭下，能赏到渐渐盛放的百花。战印步入凉亭，在奶奶的对面坐下，挡住了奶奶赏花的视线。你爷爷以前也喜欢这样，我在赏花，他偏偏坐在我的对面，他又身材高大，坐下都像一座小山，挡住我的视线，让我只能赏他，不能赏花。战印很多地方都像他爷爷。哎，要奶奶去找海童聊聊吗？替你说些好话。战印抿着唇好一会儿才说道，他要冷静，别去打扰他，至少现在别去。老太太嗯了一声，阿印，你能做到放手，让他回娘家小住，奶奶很高兴，你有进步了，不会再像之前那样霸道的强留他。懂得适时放手，懂得给对方自由的空间就是好事了。战印就脸色沉沉的，奶奶过2天再去找海童，不是替你求情啊，是奶奶也该向海童道歉，最先骗他的人是奶奶。战印冷哼一声，他婆孙俩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，以后打算怎么做呀？奶奶说我该怎么做？战印反问着。老太太笑了笑，怜爱的伸手摸了摸长孙俊俏的面容，最后却戳了一下他的脑袋，你有脑子的，自己慢慢想，慢慢的去领悟吧。爱一个人不是仅仅爱上那么简单的，要学会理解他，信任他，包容他的一切。你妈妈抱怨过我和你爷爷什么都教会你，就是没有教会你如何去爱一个人，是我们没想到的。意识到的时候，你已经长大成人，知道不？你爷爷临终前都还放心不下你，他忧心的是你的人生大事。你天性冷漠寡情，从你进入少年时期，爱慕你的女孩子那么多，你连跟他们说句话都不愿意。长大成人后，天天带着一班保镖，3米以内都不许家人以外的年轻女性接近你。你爷爷看在眼里，忧在心头，但他那时已经病得没有力气再管你了。那临终前只能托付奶奶来操这个心。其实奶奶也有迷信的一面，认识海童后，问过他的生日时辰，偷偷的拿你们俩的八字去合过，说你们俩有一世的夫妻缘分，奶奶才会力排众议，不惜一切都让你娶了海童。哪个神棍算的？还挺准的。那师傅算得挺准的吗？这不，你和海童培养出感情了，虽说现在有点波折，奶奶相信你能解决的啦，吃点苦也没什么，苦过之后，往后余生都是甜的了。战印就绷着脸不出声。他现在就想海童了，才分开几个小时呢，他就恨不得去大姨姐的租房里把海童接回来，但他不能呀，他还得忍啊，忍住。让海童在娘家住上几天，就在他没有主动联系他的时候，他都不能去打扰他，就算去也要偷偷的远远的看2眼就好。话说万一他一直不联系他，他也不去找他吗？肯定不行，他明天不等会就要去看看他。不刷刷存在感，他把他忘了怎么办？阿印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海童心有点狠，但不是铁石心肠，奶奶相信你能把他哄回来的哈。老太太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加油，奶奶精神上支持你追妻啦。战印说道，奶奶，我总觉得你这句话带着点讽刺意味。老太太老眼闪烁，不承认地道，有吗？
哎，我怎么讽刺你了？我以前说过我不追妻，那句话呀，你不提起来，奶奶都忘记了。不过，你不是一直都在做着打脸的事情吗？脸皮都打得起了厚厚的一层茧，再多打脸的事，你做着也是理所当然的了。亲奶奶呀，跟奶奶斗了嘴，就听着奶奶说了一些她以前不知道的事。战印算是明白奶奶为什么坚持要他娶海童了。一是爷爷临终前的话，二是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神棍，给他和海童批了命，说他们俩有一世的夫妻缘分。奶奶不就是死命的促成了他和海童的婚姻？当然呢，现在战印是感激那个神棍的，要是他没有爱上海童，他保证去把神棍的招牌都砸了。那一边的海童就跟着姐姐离开了战印的大别墅后，先回明苑花园的家，本想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带走的。想了想后，海童最终只拿了几套换洗衣服，住进了姐姐的租房里。那2只宠物猫和那条宠物狗，海童没有带走，打电话给梁姨，让梁姨回来把宠物们送还给战印，他送给他的。梁姨把宠物送到战印面前时，战印看着被养得胖乎乎的3只宠物良久，才对梁姨说道：你们大少奶奶临时没有时间照顾他们，梁姨，你跟他们也熟，就在你们这大少奶奶回来之前，你负责照顾他们。还有阳台上那些花也要照料好，那是彤彤最喜欢的。梁姨恭敬的应允。在梁姨带着宠物们准备离开时，战印又说了一句：别让小白吃的太多，快要胖成球了。梁姨，好。其实宠物们送到海童面前后，几乎都是梁姨在照料。他想着这是大少爷送给大少奶奶的定情动物，肯定要喂养好的，一不小心就把宠物狗喂养的胖乎乎的，这不现在被大少爷嫌弃胖成球了。海童在姐姐的租房里睡了一天，知道他心里其实不好受，海玲也不打扰他，放任他在家里当一天的小猪。那把妹妹接回来后，海玲也松口气，放不下他那正在装修的店，叮嘱了妹妹几句后，就带着儿子回店里忙活，一直忙到天黑了才回家。没想到又在大楼门口看到了周红林，那推着电瓶车的海玲呢，都想撞过去。你别一副看到仇人的样子，我过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。周红林很不喜欢海玲现在对他的态度。以前呢，海玲对他是很好的，就算离了婚，他们还有个共同的儿子呢，他用得着每次看到他都冷着脸吗？什么事？海玲冷冷地问着。爸爸，洋洋叫着周红林。周红林上前2步把儿子抱了起来，先逗了儿子一会儿。等海玲停放好电动车了，他说道：你爷爷带着你的几个堂兄弟去公司找我了。海玲蹙眉，他们找你干嘛？他都和周红林离婚了，离婚时他爷爷还坑了他前婆婆一笔钱呢，听说有好几万元，不知道婆婆最后有没有要回那笔钱啊？海玲想大概是没有要回来吧，钱进了他爷爷的口袋，想再要回来难呀。双方都是厚颜无耻的极品，撕起来肯定很好看，可惜他没有看到他们撕逼。他们知道了海童是战家大少奶奶的事，进城来找海童呗，没找到，海童的店没有开门。他们去了明苑花园，但进不去，打电话给海童，海童没接。想找你，又不知道你租住在哪里，所以他们就去了我公司找我，害得他还被新婚妻子误会了。费了点劲才哄住生气的叶佳妮。叶佳妮最不喜欢他和海玲还有联系的，你告诉他们我住在这里。周红林看着儿子白嫩的脸，脸色红润，可见海玲把儿子照顾得很好。他淡淡的道：我没告诉他们，只说我和你离婚后也断了联系，不知道你租住在哪里。那些极品找上门来准没好事。周红林不在乎海玲被老家人纠缠，但他就怕那些极品的纠缠会影响到他儿子的生活啊。你大的2个堂哥有点人脉的，他们早晚会打听到你的住处，要是他们来吵闹，你把洋洋给我送去，别被他们吓坏了洋洋。周红林和叶佳妮发生关系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叶佳妮肚里还没有动静，
他老娘在他面前嘀咕说叶佳妮是个不会下蛋的鸡。周鸿林被母亲的话气得半死，他和叶佳妮在一起才多久呀？又不是10年8年，要是婚后10年8年都没有怀孕，才是有问题的。但也有人例外啊，婚后10几20年后才怀孕。他公司里有一位保洁阿姨，19岁嫁人，婚后一直没有怀孕，各种中草药都吃过了，也没用，夫妻俩都死了心。后来捡到了一个别人扔掉的女儿来养，养了几年后又领养了一个儿子。那个儿子原生家庭里有好几个儿子了，儿子多了不值钱，就把最小的送人。结果呢，20年后，也就是那位保洁阿姨39岁那一年，她竟然怀孕了，因为早已对生孩子死了心。她不知道自己是怀孕，肚子一天天大起来。她以为自己得了绝症，还哭着跟老公说她要死了。她丈夫带她去看医生了，医生告诉她是怀孕了，她都不敢相信。19岁嫁人，39岁才怀上一个孩子。她亲生女儿出生时，她捡来养的那个女儿已经嫁人了。领养的儿子也在读高中，不管是捡来养的还是领养的，都对她这个养母非常孝顺。她亲生的女儿出生后没几年，她丈夫就去世了，是她的养子养女帮着她把亲生女儿养大的。如今一家人都生活得很好，她亲生女儿上学都不用她操心，因为她领养的儿子是个学霸，也很会赚钱。还在上大学时，她儿子都赚了不少钱。有儿子管着她的小女儿，她没什么好忧愁的，闲着没事就找了份保洁的工作，打发时间也能赚点零花钱。当然呢，周鸿林可不希望他和叶佳妮结婚20年后才能有他们的孩子，那样本就对叶佳妮不满意的父母姐姐绝对会闹翻天的。